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行不离。这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，大部分国民依旧生活在简陋的草棚中，过着刀耕火种的最原始的生活。但这里却拥有世界上最美的天堂般的美景，最美的蓝色海底世界。该国带有左右支架的渔船是最独特的象征。该国的纸币上还曾印有中文字样。该国的岛屿上生活有真实的美人鱼。该国的山顶上矗立着世界第2大耶稣雕像。这就是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交汇处，于2002年5月20日才正式建国的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之一东帝汶。东帝汶曾经战乱不断，至今人口不过100万，但却拥有4种语言。东帝汶官方语言为德顿语和葡萄牙语，工作语言则是印尼语和英语，因此国家议会开会都要同声传译。东帝汶还拥有近30种方言，但该国承认文盲率却高达70%，所以对于外国游客来说，出门办事、请客吃饭、外出旅游，甚至都要带上翻译。东帝汶是个檀香木肆意生长的地方，古时候就有中国商人去东帝汶进口檀香，葡萄牙人还是通过中国船员的引导才顺利抵达东帝汶的。东帝汶与澳门曾是葡萄牙在亚洲仅有的2个殖民地，其总督一般是由澳门总督兼任。由于澳门的经济比东帝汶要高强得多，所以东帝汶曾经的纸币都是由澳门银行印制发行的。历史上，荷兰与葡萄牙瓜分了帝汶岛，从而才有了印尼所有的西帝汶和葡萄牙殖民地东帝汶。1974年，葡萄牙宣布放弃所有海外殖民地，但东帝汶在1975年独立后却遭到了印尼的血洗，最终2002年东帝汶才正式脱离印尼独立。连年战争加上原始落后，东帝汶大量物资都需要进口，所以物价相对比较高，像这样一顿饭就要100块钱，而且自来水就算烧开也不能直接饮用。东帝汶最早的居民是2万年前澳大利亚过来的土著，几千年前就开始有中国人迁徙而来。东帝汶最早在中国的南宋时期就有记载，如今2万多华人在东帝汶的势力不可小视。东帝汶盛产咖啡豆，但一直被葡萄牙垄断。东帝汶的天然气也有管道直接连到澳大利亚。首都帝力是东帝汶最繁华的城市，在机场游客可以购买11美元 2.4G 的手机卡。帝力街头跑着2种出租车，一种黄色的可以讲价1美元1公里，而蓝色的基本上招手就停，就近下车。帝力大教堂是东南亚第2大教堂，莫塔尔教堂是东帝汶最古老的罗马天主教堂，圣克鲁斯墓地是帝力大屠杀纪念遗址，水晶市场摆放的都是帝力最新鲜的水果，而帝力最上镜的地方就是世界第2大耶稣雕像。山下的海滩甚至可以私人独享。帝力北部的阿陶罗岛更是拥有世界罕见绝美的水下世界，这里还有真实生活中的美人鱼，他们为了生活，为了孩子上学而练就了一身在天堂岛水下用长枪捕鱼的绝技。要知道，在东帝汶大多数男人平时只是出海捕鱼，而女人们则要负责下地干活、干家务等所有事情。总体来说，东帝汶是一个未开发的旅游国家，虽然拥有世界绝美的风景和海底世界，但每年只有大约6万游客。首都帝力唯一一家提供 WiFi 的旅馆是每晚15美元的帝汶背包客客栈。去东帝汶最方便的方式就是从印尼巴厘岛前往，机票甚至仅需35美元。虽然东帝汶全球最穷，但你去那里也并不一定就能做土豪哦。来自旅行找点姿势，有什么问题请留言，欢迎转发点个赞。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，我们形影不离。